黑人女学办自述，拒绝黑人邀请会被扣学分。我曾经是某大学的一名伴读生，当年为了能拿到学校的补助，我不得不选择了伴读，这样可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我身高比较高，1.75米，所以选择报名伴读的时候很顺利通过了。通过后，学校给我的任务是陪伴一名来自刚果的非洲留学生。通过交流，我知道他家里非常有钱。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是压在中国老百姓头上的3座大山。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共当局却拨出大笔资金，让外国留学生享有超国民待遇的高额财政补贴。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在华留学生的这个话题。近日网上热传一支视频，内容是一名非洲留学生2年内挣了60万元，养活全家12口人，而这60万元全是奖学金。你在中国嘛，就是在这边，就是每一年能挣多少钱？能赚多少钱？我来的2年多了，赚了60多万。60多万，2年60多万。对，你对一个人？一个人。有。对。2年啊。现在1块钱都没有。钱去哪里了？钱就是咱们老家里。咱们老家里。钱打回去哦，在这里挣钱。对，打回去家里。我回去看看。你们家有多少个人？我们家里有12个人。12个人。对。多少个人挣钱？我一个人赚。哇塞，一个人挣钱养12个人。我一个人好赚一点。一个人好赚一点。中国绝大多数高校都有不少来自非洲地区的黑人留学生。为了吸引这些黑人留学生，中共当局特意给他们准备60万元留学补助，通过这样的方式吸引近10万多名非洲大学生来华学习。另外一支网传视频显示，2位在浙江杭州留学的刚果黑人留学生说，1个月的开销高达18000多元。这个国家人均 GDP 仅有600多美元，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你们2位是来杭州旅游还是在这工作的？在这里学习，在这学习。您是那个留学生是吧？是吧？那学的什么专业呀？土木工程。那您1个月开销有多少？18000多呀！18000。哇，那开销不低的。你们2位来自哪个国家？刚果金。那您觉得中国怎么样？中国好，很好。有网友嘲讽道，中国政府对黑人的爱可谓是无微不至了。据中国教育部官网消息，中国政府对外国留学生的资助内容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综合医疗保险费、国际旅费。中国官方发布的教育部2018年部门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显示，来华留学生2018年的教育预算竟然高达33亿元。一位泰国的留学生朋友说，如果在泰国找不到工作，就去中国留学吧，因为来中国留学不用交学费，学校出钱，宿舍也免费，每个月还给1500块钱的生活费，要是研究生和博士会给更多。听到这儿蒙圈了，凭什么呀？中国人到外国留学不仅要交出当地人几倍的学费，凭什么外国人来中国的待遇这么好？以武汉大学为例，留学生申请读书的资格为身体健康，18岁以上，会说几句外国语。来华留学生至少有6大类奖学金：中国政府奖学金、地方政府奖学金、学校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企业奖学金、其他奖学金。这位博主还提到，中国政府给留学生的奖学金，本科生每人每年都可以拿到6万多，92800元，硕士74200元，本科66200元，成都市政府补贴，博士3万，硕士25000，本科2万。上海交大每年给一个外国留学生1个人1年的资助总额最高竟然达到了11.23万，如果按照资助年限乘以4，中国要在一个洋学生身上花45万人民币。那中国政府为什么给外国留学生，尤其是黑人的留学生这么多钱呢？一方面呢，这是中国各大学追求公立的结果。进入21世纪，国际化是各高校追求的目标，而外籍学生人数是评价高校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甚至被视为教育官员、高校官员乃至地方官员的政绩。因此，各大高校撒大钱网罗外国学生。据中共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外国留学生数量持续增长。2018年，
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万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其中“一带一路”沿线64国的留学生人数总计26万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中共推行“一带一路”政策，吸引大量亚洲发展中国家与非洲学生到中国来留学。这里隐藏着中共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想透过这些留学生渗透那些国家，最终让他们成为中共的红色战线。能到中国留学的非洲留学生，往往是当地就有一定势力代表的家族后代，在当地社区里有比较高的地位身份，掌控权力。这些留学生毕业回到非洲以后，会成为当地政商界的精英，他们在那些国家是有影响力的，将来会成为中共代言人，这是中共的战略安排。近年以来，频频传出中国高校为留学生提供特殊待遇并配备女学伴的丑闻。山东大学从2017年起，给来自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俄罗斯、阿富汗等国的男性留学生配备女学伴，从起初的1对1配对，变成2018年时的1个留学生配备3个学伴。有网友爆料，为留学生陪读的山东大学女生都要经过学校所谓的政审，其中没有任何背景而且家庭普通的女生才可以被选中。如果陪读期间女学伴被黑人强奸或堕胎，只要不曝光出去，该女生及整个宿舍的室友全部保送研究生。爆料人表示，提供上述消息的是桂林某高校教师，其有同学在山东大学当老师。山东大学一名女学伴自述文章曾在网上广为流传，文章披露了令人发指的内幕。这位女学伴在文章中提到，当年她选择伴读只是为了可以拿到山大的补助，以此减轻家人的经济负担。学校给的任务是陪伴一名来自刚果的非洲留学生，起初两人相处得不错，但在一次周末聚会上，那些留学生暴露出丑恶的一面。如果伴读生拒绝参加聚会，留学生会以种族歧视或者是不尊重等理由向校方投诉，投诉结果就是伴读生遭到校方扣分、扣补助。那一次聚会有超过20个留学生和20个伴读生，伴读生全部是身材较好的女生，而且家里条件都比较困难的。聚会时，许多女生不想喝酒，却被强行灌酒。一位女生因为拒绝喝酒而惹怒一名留学生，那名留学生当众给那个女生一个巴掌。这名女学伴很愤怒，想带那一名被打的女生离开包间，但是被她伴读的刚果留学生拦住了，而且动作很粗暴。这名女学伴刚与刚果留学生拼命拉扯，最后在服务员及老板的调解，两名女生才得以离开。文章说，那一年我与被打女生都没有得到补助，但我们不能反抗，因为学校立场明显站在他们那边。我们能安全的毕业已经是学校网开一面，而那些没有回来的女生，其中有几个2-3个月后去医院打胎，当时全校人都有所耳闻。在丑闻持续发酵以后，路媒澎湃新闻曝光一份山大内部的文件，显示类似学伴制度不仅限于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很多高校都有，因为这符合教育部鼓励促进中外学生交流的精神。有网友表示气愤，山东大学是大学还是妓院？妓院也不会白嫖，还倒给钱啊。有网友回复道，不止山东，很多大学都有这种政策，不是校长流氓，是国家给的政策，中共是流氓。网上还传出下面一段视频，打抱不平，因为一个流氓山东校长搞得整个山东人民没有面子，你知道吗？山东是出响马的地方，山东怎么山东大学变成了汉奸？我了解清楚了，我全部数据了解清楚，有人大代表的，有崔永元的，有老梁发出来的，我们全部收到了。发出来的是姓于的，山东大学每一个黑人艾滋病，每一年给全国给最低补贴是5.92万到9.98万，最高的20万到30万。然后一个黑鬼子流氓病了，25个志愿者为他服务，这是什么流氓学校？你没有山东大学的女学生已经自述，他们3个月陪过黑人的全部打胎了。山东大学的女学生自述，我要不要你加我的微信，我全部粘贴给你，有脸有照片，全部都有的。这是我说的意思，我不是对你，我是对这件事儿把我们山东人民的牌子砸掉了。
据报道，山大艾滋病5年增长295%。大陆房地产大佬任志强2018年10月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艾滋病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报道，在中国越来越多的艾滋病爆发，在全世界艾滋病都是减少的，但中国为什么爆发了大量的艾滋病呢？尤其是在学校，恰恰是因为我们无偿的给钱的引进了这么多非洲地区什么大学生，他们在不断的把艾滋病带到中国来。2017年一篇老外不用考试上清华，10年寒窗还不如一纸国籍，清华新政让中国考生欲哭无泪的文章在网上疯传。文中反映中国学生千辛万苦想考入清华大学，而对于外国的留学生，清华大学从2017年开始录取本科留学生不再采用笔试，而是采用申请审核制。那么也就是说呢，外籍学生如果想报考清华大学，只需报名，不用参加考试了。中国高校对本国学生和留学生双重标准，引发诸多民怨。网上一名北大学生抱怨说：“我很愤怒，一个国家最高学府居然不能给自己的国民、最优秀人才一个基本的国民待遇。”就在同一年，一个国家2种宿舍的访谈纪录片也被疯传，皆是对待中外学生天差地别。拍摄者疑似是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他选择北京、兰州两地2所高校，以采访的方式揭示中共教育部对本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在住宿条件上的差别对待。比如，中国学生的宿舍有门禁，每晚11点半就被禁止出入；外国学生则可以随时出入宿舍，而且宿舍全天候供电。但中国学生宿舍从晚上12点起到早上6点半被限制用电。当拍摄者问及为什么他们外国学生有如此的特权时，一名外国学生表示：“我认为是中国中共政府想邀请更多国际学生来到中国，想变得国际化。”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